塞尔又提出那招必进重炮。足球沙漠的小子怕是吓傻了。那个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可能！其实不是我反应快，只是我比你们快了5秒。就在刚才，你攥着那张拼死拼活才考来的246分成绩单，一个人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路上。门口，养母沈妈小心翼翼地探头问候，你没立马吭声，只是在心里倒数5个数：4、3、2、1。考了多少分？一模一样的问话，一模一样的场景，又在你眼前精准上演。没错，这就是纠缠了你足足19年的诅咒。但凡有人跟你搭话，你就能提前看到5秒后的未来，听着很明白，简直是扯淡。跟人交流要等5秒延迟，老师上课的内容在你脑子里更是卡顿的鬼畜回放，简直魔音绕梁。在这种折磨下，你能考好才怪。果然落榜了。瞅着沈妈眼里骤然熄灭的光，你的心狠狠抽了一下。你一咬牙下了决心，沈妈，我不念了，明儿就出去找活干。谁知道沈妈却岔开话题，非让你去北京找姐姐罗兰散散心。你瞬间就明白了，她是想让你去找亲生父母，因为当初你襁褓里的那张纸条就写着6个字：北京通州划分。第二天，你揣着沈妈硬塞的500块钱，背着个破包，头一回走出了生养你的大山。可现实的巴掌扇得又快又响，刚下火车，繁华的大都市就给你上了一课。你那破书包不知何时被划了个大口子，夹着救命钱的书，竟然他娘的不见了。你孤零零地站在人来人往的北京西站，身无分文，无亲无故，一股巨大的无助感瞬间吞没了你。但这没能把你打趴下，你心一横，没钱坐车是吧？那老子就走到北京理工大学去。于是路上就多了个怪人，你逮谁问谁，却总在人家张嘴前就到了生气，然后扭头就走，搞得路人纷纷骂你神经病。可只有你自个儿清楚，因为那该死的5秒预知，你早就听见了人家的回答。在几十次原地打转后，大半夜的，你总算拖着一双快废了的腿蹭到了北理大学的门口。你又累又饿，连抬个手指头的劲儿都没了，只能瘫在路边大口喘气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醉鬼老外啃着面包晃了过来，你想借他手机联系姐姐，可刚要开口，肚子却不争气的叫了一声。那老外瞅着你这副惨样，咧嘴一笑，顺手就把面包朝你丢了过来。这一丢又快又猛，距离还近，换了谁都反应不过来。可你的眼神里却没半点波澜，因为早在5秒前你就看完了这整套动作。你只是淡定的抬起左手，连看都没看，就把面包稳稳接住。那动作叫一个潇洒漂亮。威廉瞬间瞪圆了眼，酒都吓醒了一大半。他的职业本能疯狂叫嚣，这么短的距离，这种神仙反应，这小子简直是天生的顶级本事。而你压根没想那么多，饿疯了的你接过面包就是一顿狼吞虎咽，吃完了才想起正事。还好那个怪老外居然还在，你鼓足勇气用你那蹩脚的英语问他借手机，谁知道这老外跟抽风似的，竟然把手机直接朝你扔了过来，还又快又偏，眼瞅着就要摔个稀巴烂。你心里顿时1万匹马奔腾而过，但身体本能再次接管一切，你提前5秒就锁定了手机的武器，起身伸手一把捞住，整个动作行云流水，快得不像话。这一手直接把威廉给看懵了。作为职业球探，他脑子里瞬间炸开一组数据，时速90公里，毫无预警，还是个刁钻的弧线。而你从起身到拦截，总共用时居然不到0.1秒，这是什么鬼？这说明你的反应速度几乎是零延迟。威廉甚至以为是酒精在作祟，这他妈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反应。你哪知道这老外心里已经炸开了锅，被姐姐罗兰在电话里一顿臭骂后，你灰溜溜的把手机还给了还在发愣的威廉。这一刻，威廉眼里的醉意彻底没了，他无比确信自己捡到神仙了，这还度个屁的假？这是上帝把未来的球王塞到了他手里。他激动的对你手舞足蹈，嘴里不停喊着足球、守门员、试训，可你哪听得懂，只能挂着一脸傻笑猛点头。俩人鸡同鸭讲了半天，直到姐姐罗兰杀到，才算搞明白。临走前，威廉死活塞给你一张名片，让你务必联系他。当天晚上，姐姐带你前往她闺蜜方柔的家，门一开，一股好闻的香味就钻进鼻子。你一抬头，一个眼角长着泪痣的绝色大美女赫然立在眼前，你的心漏跳了一拍。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离女人这么近，还是个仙女。就在你快出糗的时候，5秒预知又救了你一命。你赶紧在心里默念非礼勿视，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罗兰却冲他一声暴喝：“你个妖精，穿这么骚是想死吗？”这一晚，你躺在陌生的床上，手里死死攥着威廉的名片，激动得浑身发抖。难道我真的是个天才吗？这个念头让你兴奋得睡不着觉。19年来，这是你第一次被人如此肯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被厨房里传来的嬉闹声吵醒，结果一出房门就看到了辣眼睛的一幕。姐姐罗兰正把方柔按在厨房里教训，而方柔却笑得花枝乱颤。你提前5秒就预见了这少儿不宜的画面，瞬间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，血都冲上头。我必须搬出去，再这样下去会死人的。你心里疯狂咆哮。饭桌上，你只顾埋头扒饭，压根不敢看方柔一眼。你暗下决心，必须去找那个叫威廉的，这可能是你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其实你从小就能预知5秒后的未来，可这能力根本不是什么天赋，而是一种折磨。那无时无刻不在跳针的画面，让你只想用睡觉来逃避现实。所以当姐姐罗兰劈头盖脸的质问你时，你根本没法解释清楚。足球我知道，你嘴里含着饭含糊不清的反驳。可那个守门员是干嘛的？就这一句话，你瞬间卡壳了。罗兰一看你这反应更急了，这来路不明的老外，万一是个拐卖人口的骗子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一旁的方柔却悠悠开了口，她拿过威廉的名片，掏出手机搜了一下，结果手机上跳出的信息直接让罗兰看傻了眼。云达不莱梅，德甲联赛的百年豪门球队。这下子罗兰总算松了口，勉强同意你先去见上一面。而另一边，都快愁白了头的威廉总算接到了你的电话，他激动的不行，立马定下了第2天的测试时间。他要赶在所有球探发现之前，亲手验证你这个绝世天才。第2天清晨，理工大学的足球场上，你穿着一身牛仔裤配衬衫站在球场上，跟对面全副武装的威廉比起来，显得格格不入。威廉一看见你这身打扮，心瞬间凉了半截，他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问你：“你的手套？守门员难道不用戴手套的吗？”姐姐罗兰的脸瞬间就黑了，谁
谁知道守门还得戴手套啊！威廉看着你们这对足球白痴姐弟，彻底无语了。但测试还得继续。你站在巨大的球门前，心里其实还有点犯嘀咕：姐，我只要不让球进去就行了，对吧？看到罗兰点头，你顿时放下心来，这还不简单？紧接着，威廉深吸一口气，助跑2步后，就是一脚是大力沉的猛超，足球滚动风上，用超过100公里的时速直奔球门死角而去。他压根就没指望你能扑住，只要你反应的方向对就行。可下一秒，威廉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他踢出的足球居然被你死死的抱在怀里。谁知道你虽然接住了球，但双手却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。5秒预知只能让你看到画面，却根本感受不到球的力量，你只能用肚子死死扛住这股冲力才没脱手。但你心里清楚，下一次绝对不会这么狼狈。这怎么可能？威廉整个人都看傻了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居然在他出脚之前就已经开始移动，你那不是扑救，那简直是走过去稳稳当当的把球给抱住，这绝对不是运气，这是神仙级别的顶级预判啊！威廉迫不及待的让你把球扔回来，他要再试一次，这一次他不等你准备好，直接就是一脚无比刁钻的挑射，足球再次直奔死角，你却犯了那绝对不能暴露自己5秒预知的于是你心里默算着时间，在他触球的一瞬间才猛地起来，纵身一跃把球给拍了下来。那动作看着跟打排球似的，可你的手也疼得钻心啊！这一刻，威廉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这种反应，这种天赋，一个传奇门将马上就要在他手里诞生了。他强忍着激动，坚持罚完了10个点球，结果10个球你居然扑出了9个。威廉已经从激动变成了麻木。足球史上出现过这种门神吗？可你却为那个丢了的球而惴惴不安。9%应该只是及格分吧？你看着威廉那诡异的表情，心里直打鼓，却不知道威廉的世界观早就已经崩塌了。10次扑救成功9次，这他妈是上帝披着人皮在守门吧？就这样，你带着这份匪夷所思的成绩单，稀里糊涂地踏上了飞往德国的航班。然而，更大的考验并非来自足球，而是坐在你旁边的方柔。在狭窄的机舱里，他身上那若有若无的香气，让你这个19岁的愣头青坐立难安。叶弟弟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方柔拿着平板凑过来，那软糯的声调让你头皮都发麻。去布莱木还早着呢，姐姐答应了罗兰，要好好照顾你哦。你吓得差点当场跳起来，让他来照顾自己，那还不得英年早逝啊！你赶紧连连摆手，语无伦次的拒绝。不，我不需要照顾。你不是要去柏林旅游吗？看着你满脸通红的囧样，方柔的眼底悄悄闪过一丝失落，但她随即又换上了一副没心没肺的笑脸。切，逗你玩的了。我到了德国就直接去柏林了，谁有空管你啊？听到这话，你才长舒了一口气，那块压在心口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，却压根没注意到方柔转过身去时，脸上那一闪而过的失落。飞机一落地，方柔果然独自去了柏林，只给你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。但这对于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你来说，压根就顾不上去伤感。此刻的你正幻想踢球赚钱的美好未来，以为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，可没想到现实反手就给了你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威廉兴冲冲带你去俱乐部报道，结果却被告知他已经被主教练给开除了。那个叫托马斯·沙夫的主教练，甚至连正眼都没看你们一下，就直接叫保安把你们轰了出去。他们会后悔的，这群有眼无珠的家伙。威廉站在德国的寒风里，咬牙切齿的低吼。他本以为能靠着你一鸣惊人，结果倒好，连试训的大门都没摸着。但他不甘心，你可是他翻身的最后一张王牌，绝不能就这么砸在手里。威廉颤抖着掏出手机，开始疯狂拨打他在德甲积攒的所有人脉。喂，是罗尼吗？我这儿有个天才门将。电话那头起初还很客气，可一听说威廉被解雇，态度立马就冷了下来。威廉，我们这儿不缺守门员，下次来汉堡再聊。先挂了，电话被无情的挂断。威廉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依然没有放弃。他紧接着又拨通下一个号码，可任凭他怎么争取，换来的都是毫不客气的拒绝。没人会相信一个被扫地出门的球坛，更没人会相信一个来自足球荒漠的19岁天才。威廉一连打了10几个电话，可每打一个，他的脸色就又黑了一分。德甲所有的俱乐部竟然没有一家愿意给你一个试训的机会。你看着他铁青的脸色，轻声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有麻烦了？”威廉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瞬间燃起一股狠劲。电话里拒绝我就亲自带你找上门去。我就不信了，他们还能把我们直接拒之门外不成？第二天，威廉就带着你踏上了征程。可现实远比电话里要残酷得多。汉诺威俱乐部前台刚说要找的人在，一听到威廉的名字，立刻就改了口。对不起，内斯特先生还在度假。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说他还在吗？非常抱歉，可能是我刚才记错了。该死的！威廉气得朝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。而就在你们前脚刚离开，一个白人高个就从球场里走了出来。那人正是号称在度假的内斯特。他看着你们远去的车影，嘴角挂着一丝冷笑。这种垃圾球探能带来什么天才？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就这样，2个月里你们跑遍了德甲所有俱乐部，结果连1分钟的试训时间都没要的。又是2个多月过去，你们又跑遍了德乙所有俱乐部，结果还是一模一样。要么因为威廉的坏名声，要么因为你来自中国。整整4个月，偌大的德国竟然没有你的容身之处。威廉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，而你心中的怒火也越烧越旺。这天，你们俩沉默地坐在客厅，看着电视里的德甲比赛。威廉率先打破沉默：“我准备给你买回京都的机票，我已经没钱了，房租都拖了1个月，下个月再交不上，我就得滚去睡大姐。”威廉把头深深埋进沙发里，他觉得自己没脸再面对你。见状，你皱了皱眉，看着这个瞬间苍老10岁的男人，忽然笑了：“你这就放弃了？”威廉的声音沙哑：“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，德甲根本容不下我们。”不，你猛地站了起来：“是你带我出来的，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足球，也是你没收我1分钱，为我四处奔波，钱不够，我们俩一起凑。德甲德乙不要我，那德丙呢？我就不信这么多俱乐部会没一个识货的。”你伸出右手，眼神真诚地看着他：“让我们俩一起从头再来。”这一刻，19岁的你反而成了40岁威廉的主心骨。2人对视一眼，那是绝境中燃起的最后一把烈火。从那天起，不莱梅多了一个推销劣质杂志的德国大叔，和一个在中餐馆后厨疯狂刷盘子的
中国少女。就在你们为了几十欧元累到直不起腰的时候，一辆豪车悄然停在了餐馆门口，车窗缓缓摇下，露出一张熟悉的俏脸，居然是方柔。原来这妖精是来慕尼黑留学的富家大小姐。看着满身油污、狼狈不堪的你和威廉，方柔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她二话不说掏出一张银行卡就要塞给你，然而这笔救命钱却成了点燃炸药桶的导火索。拿走，我才不稀罕！面对那张足以让你衣食无忧的银行卡，你没有丝毫犹豫，一把就给推了回去。方柔当场就愣住了，她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洗碗工，哪来的骨气拒绝这笔救命钱？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方柔气得浑身发抖，丢下这句狠话，踩着高跟鞋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，你期盼过、失望过，甚至一度绝望过。洗盘子、扫地、切菜，你什么脏活累活都干。餐馆老板对你还不错，允许你只工作半天，而另外半天你就用来恶补足球知识，跟着威廉在破旧的公园里疯狂训练，整整1年的苦熬，你甚至不敢给家里打一个电话，你怕了，你是真的怕了。可你骨子里的那股倔强，让你一次次对心里冒出的放弃念头狠狠的说不。直到这一天，威廉满脸狂喜的冲进你打工的餐馆，哇，有一家俱乐部终于愿意让咱们去试训了。闻言，你的脸上总算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你紧紧攥着拳头用力一挥，很好，这真是太好了。苦熬整整1年，你总算盼来一次试训机会，可对方连力量测试都懒得给你做。助理教练拉尔夫轻描淡写的丢下一句：扑几个点球看看吧。这摆明了就是想直接把你打发走。但你的经纪人威廉却信心满满，他坚信你的表现绝对会让他们大跌眼镜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又是扑点球？这到底是全扑出来了，还是故意放几个水呢？要是真把球全都扑出来了，怕不是要被当成怪物抓去切片研究了吧？你心念一转，决定收着点打，只扑出一半就足够让他们刮目相看了。想到这儿，你戴好手套，深吸一口气，整个人的精神瞬间高度集中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球员尼尔斯一脚爆射，足球带着高速旋转直奔球门左下死角。可你只是轻松的挪动几步，甚至一脚就轻松破坏了这记高质量的射门。然而场边的主教练海科却暗自摇头，反应和预判都还行，可用脚来扑救也太业余了吧？谁能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？尼尔斯没有丝毫留情，又是一脚刁钻的射门直挂球门右上死角。来得好！你心中一声低喝，左脚一蹬纵身而起，一记双拳再次将球击飞。紧接着第3球、第4球、第5球、第6球，你竟然一连扑出了6个点球。你的经纪人威廉在场边激动的都快跳起来了，助理教练拉尔夫的眼神也从最初的轻蔑变成了满脸的震惊。一直默不作声的主教练海科，此刻双眼中更是爆射出骇人的金光。可就在这时，你却突然放水，连续丢了4个球，10球扑6，这成绩已经足够惊世骇俗了。海科再也坐不住了，他猛地冲进场内，指着你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吼道：“拉尔夫，马上安排队内赛，让他上场。”你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只要这场比赛表现稳健，留下来就稳了。随着裁判一声哨响，你人生中第1场关键的比赛正式拉开序幕。你被分到实力偏弱的2队，比赛才刚开始，1队就发动了潮水般的猛攻，几分钟下来，2队的后防线就岌岌可危。第16分钟，危机骤然降临，2队后卫传球失误被盾，1队中场斯蒂芬一脚手术刀般的直塞，瞬间撕裂了防线。尼尔斯得球后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起脚就是一记暴力抽射。可就在他以为此球必进的瞬间，球门前砰的一声闷响，你的双拳再次稳稳将球拒之门外。该死！尼尔斯懊恼的一脚踢在了草皮上，场边的海科却忍不住拍手叫好，这个中国小子总能给人带来惊喜。紧接着1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，第27分钟，1队打出了教科书般的撞墙配合。33岁的老将塞班在小禁区抢到黄金位置，见你没有出击，一脚爆射直挂球门左上死角，没救了。海科都忍不住摇头叹息，这球绝对有了。可下一秒他却使劲揉了揉眼睛，球网里怎么是空的？他刚才错过了什么？他猛地扭头，却看到助教麦克张着大嘴，一副活见鬼的表情。麦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海科急切地追问。扑出来了！麦克语无伦次地喊道。不是直接给拍出来。就在塞班起脚的一瞬间，你竟然向左横移2步，然后腾空而起，身体在空中舒展得像一张拉满的弓，随即用尽全身力气，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足球上。这哪里是什么扑救，这简直就是篮球场上的单臂拉弓暴力隔扣，全场瞬间死寂，所有人都被这匪夷所思的一幕给看傻了。裁判拉尔夫甚至都忘了吹哨，内心早已掀起惊涛骇浪，这他娘的是个什么怪物？同时他内心狂喜，耶拿这次可真是捡到宝了。场下的威廉更是激动到浑身发抖，他仿佛已经看见你的名字即将响彻整个世界足坛，而你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前，静待下一次进攻。中场哨响，比分依旧是0比0，一队竟然没能攻破2队的球门。可主教练海科的脸上却没有半点不悦，反而写满了异常的兴奋。他把所有队员召集起来，下达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命令：1队给我往死里攻，2队给我全力放水。下半场一开始，你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一队的队员们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对着球门就是一通疯狂射门，而你这边的2队队友却跟吃了泻药一样，一个个都成了纸糊的后防线，各种离谱失误，各种轻松被捕，整个绿茵场瞬间就变成了你一个人的独角戏。这已经是第15脚射门了，你一边飞身扑救，一边还在心里默默计数，又是一脚无解的死角。你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再次腾空而起，一巴掌又把球给按了下来。场边的海科已经彻底看傻了，他激动地来回踱步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德乙不是德甲，不是欧冠级别的。一队的前锋们已经被你扑到怀疑人生了，尼尔斯和塞班这些顶级射手眼神中竟然流露出了深深的不自信。你一个人就凭着一己之力，几乎摧毁了耶拿的整条锋线。又是一次快攻，尼尔斯在小禁区内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可他一抬头对上你那冰冷的眼神，心里猛地咯噔一下，竟然连射门的勇气都没了，下意识就把球传给了塞班。塞班接到球也猛了，他看了看禁区外的距离也瞬间缩了，远射可不是我的强项啊，于是他顺势一脚又把球传给了比约恩。比约恩接到这球，差点没当场破口大骂：这2个坑货，这么好的机会你们都不射门。他今天已经轰了快10脚远射了，结果全都被你轻描淡写的化解，根本造不成半点威胁。可谁让主教练的战术就是让他负责远射呢？他也很绝望，但比约恩可不傻，他一个横传，足球在禁区外溜达了一圈，竟然又回到了尼尔斯的脚下。你冰冷的目光
再次将他锁定。尼尔斯瞬间浑身一哆嗦，在这炎炎夏日里竟然感到了一丝刺骨的寒意，你心里都快无语了。刚刚还一个个猛如虎，现在怎么开始倒脚了？你们倒是射不射啊？仿佛是听到了你的心声，尼尔斯心一横，牙一咬，一脚爆射再次轰向球门，然而这球依旧没能逃出你的五指山。嘟！裁判的中场哨终于吹响，0比0，比赛结束。所有人冲到场边看数据，下一秒全都傻眼了：54脚射门，33脚射正，控球率80%，仅凭一己之力就彻底征服了这片绿茵场。耶拿一队的球员们总算松了口气，再这么踢下去，他们真要被打到怀疑人生了。尼尔斯更是第一个冲到你跟前，咧着大嘴就竖起大拇指：“兄弟干得漂亮！”他已经彻底把你当成了自己人。没错，你可是来试训的啊！一想到以后是对手要面对你这种怪物，他心里就一阵狂喜。海科当然不是瞎子，比赛刚结束，他就火急火燎地拉着你和威廉冲进办公室。没过多久，一份合同就拍在了桌上。然而威廉扫了一眼合同，当场就炸了，周薪6000欧，出场费400，这点钱连我们家华凡一条大腿都买不起。海科连忙解释，这可是税后啊，已经是队内顶薪了。我们毕竟只是个丙级小球队。他看着沉默不语的威廉，又添了一把柴。老兄，我保证给他足够的舞台。你们现在最缺的不就是这个机会？威廉瞬间冷静了下来，不得不承认，他说的确实在理。可你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1个月前你还在餐馆刷盘子，1个月累死累活才500欧，现在1周的薪水换算过来就是4万多，1个月就是16万，你马上就要月入10几万了。但你面上不动声色，选择把决定权完全交给威廉。威廉，你拿主意就行，我都听你的。第二天，威廉便带着你爽快地签下了合同。海科激动地当场开了一瓶珍藏几10年的红酒庆祝。虽然只签了1年，但他坚信有你在，1年内冲上得意绝对不是梦。很快，你和威廉就搬到了耶拿，你住进了球员宿舍，而威廉则被聘为球探，开始满德国的跑业务。就在你正式入队的前一天，你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姐姐罗兰的电话。谁知电话刚接通，对面就传来一阵咆哮：“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和妈都快急死了？”姐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，你听着心里却暖洋洋的。大半年不联系，都是你那该死的自尊心在作祟。罗兰叹了口气，语气也软了下来：“挣不到钱就回来吧，家里有我呢，不丢人。”你却猛地打断他的话：“姐，我不回去了，我找到球队了。”你生怕他不信，急忙解释道：“我有固定工资了，1周6000块呢。”不对，你赶紧改口，也就4800，那还行吧，但还是回来踏实点。罗兰依旧在电话那头劝你，深吸一口气，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：“姐，不是人民币，是4800欧元，而且是周薪。”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几秒后，罗兰颤抖的声音才传了过来：“真的吗？真的，姐，你以后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，妈也不用那么辛苦，现在轮到我来养你们了。从今天起，你终于能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了。”跟家人报完喜，你第一次发自内心的觉得踢球真好。第二天，你准时出现在训练场，海科立刻召集所有队员，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你：从今天起，这个神奇的中国小伙就是你们的新队友。可他好像忘了，你压根就不会德语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一个这么猛的队友，谁会不欢迎呢？就连球队的主力门将迪诺都心服口服，这实力差距太大了，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只能仰望。紧接着，海科就匆匆离开去参加新闻发布会了。记者们懒洋洋地提问：“听说耶拿签了个新球员？”海科点点头：“没错，他叫华凡，来自中国。”中国？一个叫乔恩的记者满脸鄙夷：“就是那个被布莱梅赶走的骗子威廉带来的那个吗？”是威廉，海科纠正道。然后他耸了耸肩，一脸惋惜：“我只能对布莱梅表示遗憾，他们放走了一个顶级球探，还放走了一个天才球员。”有料！所有记者瞬间抬起了头，个个两眼放光。海科这是要公开叫板德甲豪门布莱梅啊？您的意思是布莱梅会后悔？海科笑了，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他甚至故作感激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后悔，但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没有留下华凡，不然我哪有机会签下他。”这下现场彻底炸开了锅，记者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抛过来。那个中国人真有你说的那么神？海科的语气带着一丝狂热。优秀不，那叫天赋，语言根本无法形容他的天赋。有华凡一个人就够了，他替我省下了一大笔引援预算。记者们瞬间又炸了，脑洞大开的追问：“您的意思是他一个人能顶得上一支球队吗？”海科只是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，并没有回答。这一下，整个耶拿城都跟着沸腾了。新闻标题一个比一个劲爆：耶拿炮轰布莱梅，德丙鱼腩竟敢公开叫板德甲豪门。另一边，布莱梅主帅托马斯看着报纸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一个场正式比赛都没踢过的中国人，这帮媒体是瞎了吗？他本来不屑于回应，但眼看舆论愈演愈烈，他可不想被一支丙级鱼腩踩着上尾。于是，托马斯立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进行回击。我不知道一支鱼腩球队的教练为什么要跑来蹭我的热度。托马斯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，人贵有自知之明。海科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丙级联赛吧。再提到你时，他更是轻蔑一笑。中国功夫确实很神奇，可惜只存在于电影里。至于华凡，一个来自足球荒漠的球员，呵呵，这番赤裸裸的歧视言论，瞬间将这场风波推向了顶点。一夜之间，各大报纸的头条全都是你的新闻，整个德国足坛都因你掀起了骂战。虽然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但耶拿俱乐部却早已赚得盆满钵满。主席雷纳对海科这波神操作满意的不得了，当场就给他涨了工资。球队官网的注册球迷暴涨3000人，季票多卖了1000多张，赞助商更是直接将赞助金额怒提了20%。你这个风暴中心的人物，对外面发生的一切却毫不知情，只觉得最近看台上总有球迷对你指指点点。你哪里知道，教练海科正在暗中保护你，他早就看穿了你的致命弱点，身体对抗太差，所以你一场队内赛都没参加，只是跟着体能教练玩命的加练。直到这天，一个叫王琴的年轻人屁颠的跑到你跟前，他是俱乐部给你新配的翻译，没想到他一开口就是个重磅炸弹。华哥，你火了！王琴拿着一沓报纸冲到你面前，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可你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，直接甩过去一句：“你觉得我看得懂德文吗？”王琴这才一拍脑袋反应过来，老老实实的把报纸内容翻译给你听。原来全德国的媒体都在吹捧你，可你听完却一脸平静，因为你清楚得很，离联赛开始还有半个月，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储备体能。于是你强行压下内心的躁动，在耶拿一头扎进了疯狂的训练里。然而你做梦都没想到，就在你闷头苦练的时候，你的球队竟然出大事了，耶拿又输了，而且是3连败，输给强队也就算了，竟然连半职业球队都踢不赢，甚至惨
惨败给了鱼腩中的鱼腩。赛后的更衣室里，主教练海科看着队友们那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彻底爆发了。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吗？你们是不是觉得只要有华凡在，躺着都能赢球？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所有人的心窝。没错，队员们的心态就是反正有你这个定海神针，友谊赛而已，犯不着那么拼命。看着他们被说中心事的样子，海科发出一声冷笑，哼，你们想的太简单了。华凡能改变比赛确实不假，但你们觉得我们能留住他几年？就算他不走，你们谁能保证他场场不受伤，体能一直都够用吗？紧接着，海科又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，他的体能根本撑不住连续踢2场比赛。这番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梦游的耶拿队员们。是啊，万一华凡受伤了怎么办？难道真要一直靠一个守门员去进球吗？球队总算是清醒过来了，可外面的媒体却根本不给你们任何反思的时间。耶拿队又输了，那个被吹上天的中国人呢？原来只是个替补啊！海科就是个吹牛大王，铺天盖地的嘲讽瞬间席卷而来。之前把你捧得有多高，现在就把耶拿踩得有多狠。而你的死对头托马斯简直爽翻了天，他立刻召开发布会，决定要痛打落水狗。耶拿连业余球队都输，他们也配叫职业队吗？至于海科，不过是个只会打嘴炮的家伙。还有那个中国小子，海科连让他上场的胆子都没有，是不是发现他就是个水货？托马斯对着镜头极尽羞辱之能事。哦对了，那个中国守门员叫什么来着？我都忘了。这一下，全德国的媒体彻底疯狂了，各种羞辱性的标题层出不穷，就连耶拿的死忠球迷都开始动摇了。与此同时，主席雷纳已经找海科谈话，如果联赛再这么踢下去，后果你自己清楚。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嘲讽已经把海科逼到了悬崖边上，联赛要是再出问题，他就会被毫不留情的踢出局，而你就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也许是祈祷起了作用，最后一场友谊赛耶拿总算赢了。终于，德丙联赛第1轮拉开帷幕，耶拿主场迎战温特哈辛。赛前的战术布置会上，海科公布了首发名单，一个石破天惊的3-4-1-2攻击阵型，而你华凡赫然出现在了首发门将的位置上，全队上下对此毫无异议。你的出场反而让他们信心大增。比赛当天，电视台解说员威尔懒洋洋地念着首发名单，他早就对这支耶拿队不抱任何希望。随着裁判哨声一响，比赛正式开始，你就那么站在球门前，感受着职业赛场的山呼海啸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证明自己。可对面温特哈辛的主教练一看到耶拿的阵型，竟然在场边冷笑起来，这是看不起谁呢？他立马比了个手势，全队阵型瞬间收缩，摆明了要打防守反击。现场解说鲍勃急得破口大骂，说耶拿这进攻软绵绵的，反而被人家打了好几个漂亮反击。但你们教练海科却淡定的不行，压根没想调整战术。这下可好，几千名主场球迷直接炸了锅，嘘声震天，都开始骂海科是个蠢货。客队教练看着这乱象，笑的那叫一个得意，一个战术就让耶拿自己乱了，这3分不是稳稳拿下了吗？果然，比赛才到第19分钟，耶拿进攻就被断了，温特哈辛抓住机会就是一波闪电反击，那球就像一把尖刀，狠狠扎向耶拿的心脏。中场压得太靠上，根本没人来得及回防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对面那前锋就单刀了，开局就是地狱难度5打3，你的防线瞬间被撕成了渣渣，全场嘘声四起，有的球迷甚至当场就要卖祭品。在他们看来，你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温特哈辛的致命反击来了，那个叫佛罗兰的前锋单刀赴会，甩开所有人直奔你的球门。解说员鲍勃当场就绝望了，瘫坐在椅子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出击啊！这个门将是傻子吗？”他简直不忍心再看下去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。鲍勃猛地抬头，只见你一脸淡定地抱着球，那个单刀竟然被你稳稳没收了。慢镜头回放里，就在佛罗兰起脚的瞬间，你动了，你精准预判了方向和落点，动作那叫一个干净利落。你的冷静仿佛定住了全场，队友们也不急了，开始稳稳的倒脚。就在第27分钟，机会来了，一个经典的撞墙配合，一脚直塞，塞班禁区里侧推射，球进了。你们的教练海科激动的当场跳了起来，他赌对了，用你补上防守短板，然后全线压上猛攻。对面教练却不屑地瞪了回来，那眼神好像在说：“咱们走着瞧。”可偏偏就在这时，一次传球失误，又是那个佛罗兰，他用速度再次撕开防线，又是一个单刀面对你。这回他眼睛里全是复仇的火焰，他死活不信上次不是你运气好。这一次他用尽了全身力气，足球从12码点炮弹般轰向死角。佛罗兰心里已经开始狂吼进了，可就在足球离门线不到10公分的地方，你的双拳猛地出现，砰的一声，皮球被你狠狠地砸飞了出去。角球，全场再一次为你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。对方的角球开出来，沃吉高高跳起，一个头球成功解围。从那之后，温特哈辛的反击一波接着一波，可到了你面前，全都没了脾气。对面的门将好像也被你刺激到了，他也变得神勇无比，挡出了好几个威胁球。半场结束，1-0，你们带着领先优势走进了休息室。教练海科兴奋的手舞足蹈。下半场战术不变，给我往死里进攻，打爆他们！全队瞬间热血沸腾，进攻，脑子里只剩下进攻，而你只需要守好最后一道防线。下半场刚开始，第65分钟，里约恩一脚世界波再次轰开了对方的大门，2-0。解说鲍勃直接唱起了队歌，整个球场瞬间被点燃，整齐的歌声响彻云霄，这是多少年都没想过的战歌。耶拿今天彻底疯了。然而，疯狂进攻的代价就是后防空虚，对方的反击像潮水一样一波波涌来。可那又怎么样？因为有你在。第79分钟，你一脚踢飞了对方荷兰射手的贴地斩。第83分钟，你轻松摘下对方中后卫的头球。第89分钟，沃吉禁区犯规送点，你毫不犹豫地把点球扑了出去。伤停补时阶段，对方双前锋打出精妙配合，晃过最后一名后卫，又一次和你1对1，你再次冷酷的一脚踢飞了他的射门，彻底拒绝了他们挽回颜面的最后希望。3-0，中场哨响，全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赛后，主教练海科直接点名让你跟着参加新闻发布会。发布会上，你成了全场的焦点，记者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，特别是关于那个托马斯说你是水货的事，你听着心里就很不爽，当场就毫不客气地挑明了你跟托马斯不对付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你的这番话就像病毒一样传遍了全网。就在所有人都为你疯狂的时候，那个说你是水货的托马斯又跳了出来，他对着镜头轻蔑一笑：“我看过录像了，那个中国门将，我可没看出什么天才的样子，他充其量就是个合格的甲级门将。”
仅此而已。后悔？我一点都不后悔。他后不后悔你不知道，反正你现在是真后悔了。你一推开家门，就看到方柔穿着睡衣正窝在沙发里。看到这场景，你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移开目光，心想真不该答应姐姐罗兰让她赞助，还说什么勤工俭学，骗鬼呢！你只能强装镇定，默默提着菜走进了厨房。饭桌上的气氛那叫一个微妙，你俩同时开口又尴尬的对上了眼。只要他一在身边，你的脑子就乱成一锅粥。就在这时，方柔主动开口提议：“我帮你打扫卫生做饭，你付我工资怎么样？”他话一出口就有点后悔，没想到你竟然也鬼使神差的答应了。你俩就这么达成了默契。从那以后，你每次训练完都想赶紧回家，心底里总是不自觉地惦记着方柔。这种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，一转眼就到了第2场比赛的日子。客场对阵弱旅雷根斯堡，你们教练海克压根没把对方放眼里，大手一挥，全队嗷嗷叫着就压了上去。除了开场一脚冷射被你轻松拿下，你几乎整场比赛都在门前溜达。5比0，雷根斯堡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可中场哨声一响，那个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尼尔斯竟然第一个就朝你冲了过来。他心里门清，你才是这支球队能脱胎换骨的唯一关键。紧接着在赛后发布会上，本该是主角的尼尔斯却把所有功劳都安在了你头上。这时教练海科直接抢过话筒：“华就是我们耶拿的后盾，我们所有的战术都是围绕着他制定的。”一场本该是尼尔斯的封神会，硬生生被开成了你的个人吹捧大会。为此，教练大手一挥，全队放假。赛后全队都在狂欢，尼尔斯还邀请你参加勇士派对，可你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直接转身回家。回到家后，一桌热腾腾的饭菜暖人心脾。方柔主动提出想去现场看你比赛，你立马就答应了，强行压下心里的胡思乱想，决定专心搞事业，不再纠结那些没用的。而你压根就不知道，就在此时此刻，国内一个足球论坛上，一个帖子悄悄红了。请问有中国人在德国踢球吗？一个叫王琴的留学生，刚好就是你之前的翻译。他看到这个帖子，想都没想就回复：有个守门员叫华凡，超级牛，我给他当过翻译。巧了，一个叫马庆国的老球迷正好看到了，他刚看完国足被小日子7比0血洗，正憋着一肚子火。守门员华凡，一个能让俱乐部专门请翻译的球员，实力肯定不赖。他立马追问：兄弟有资料吗？视频、照片啥的都行。王琴二话不说，直接把自己手机里偷拍的几个比赛片段传了上去。他本来以为这是掀不起什么风浪，可谁都没想到，这几个像素渣到掉渣的视频，竟然直接引爆了整个论坛。卧槽，这守门员也太猛了吧！真是咱们华国人，这华凡是从哪冒出来的？以前怎么没听说过？王琴吃完饭回来一看，私信箱直接炸了，就这么一小会儿，视频点击量都好几万了。可他后来没再去看你的比赛，手里根本没新货，帖子里瞬间一片鬼哭狼嚎。而你呢，对国内这些事儿完全不知情，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方柔要来看比赛，他真的会来吗？他会坐在哪个位置呢？你训练的时候老是走神，连教练海科都看出了不对劲，他关切地问你：华，你不舒服吗？要是不舒服，这场比赛就休息吧。你立刻打断了他：这场我必须上。海科这才放下心，他可不敢让你缺席，因为只有你在，球队的公式足球才能玩得转。耶拿的季票因为你多卖了整整1200张，整个球场座无虚席。这种场面只有球队冲进得意的时候才有。随着球员们走出通道，全场瞬间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。现场解说员鲍勃开始介绍球员，你的队友们一个个登场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可轮到你的时候，他却故意顿了顿，全场观众都屏住了呼吸。突然，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出4个称号：耶拿战舰的助推器，耶拿的超级核心，耶拿的定海神针，耶拿的希望之星。紧接着，他更是拖长了声音：我们的超级守门员华。下一秒，一首火遍全球的慢摇神曲响彻了整个球场，这可是专门为你播放的背景音乐。全场球迷瞬间就嗨爆，跟着节奏为你齐声呐喊。你的队友尼尔斯凑了过来，一脸羡慕嫉妒恨：华，凭什么啊？我上演帽子戏法都没这待遇。你嘴角一扬，开了个玩笑，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帅吧。紧接着，比赛准时开始，你的球队还是一如既往，全线压上疯狂进攻，把对面的明斯特队死死按在半场，动都动不了。然而，开场才7分钟，意外就发生了，对方后卫一脚无心的大脚解围，竟然鬼使神差的变成了一记绝妙长传。那球精准的找到了他们的前锋约瑟，单刀，他可是从德甲租借来的天才，一个加速就把你所有后卫都甩在了身后。全场球迷的嘘声震天响，他们都吓坏了。可你的心思压根就没在那个前锋身上，你还在回味刚才的歌声和全场的欢呼，回味着这种被认可的感觉。你甚至在想，方柔这会儿肯定也在看着你吧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叫约瑟的前锋看到你的表情，瞬间就炸了。他竟然在发呆，他竟然敢在单刀的时候看不起我。他怒火攻心，冲到罚球点附近，对着球门死角就是一记重炮，给我死！这么近的距离，神仙来了也就不了。可你只是冷哼一声，身体像猎豹一样弹了出去。但你不是去扑球，而是在半空中高高举起右手，朝着那飞来的足球狠狠拍了下去。给我停下！瞬间，全场一片死寂。你的右手正死死地把足球按在门线上，纹丝不动。解说台传来啪啪的响声，鲍勃竟然在疯狂扇自己耳光。他难以置信地嘶吼：天啊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鲍勃这语无伦次的话，彻底点燃了全场球迷，山呼海啸般的尖叫声瞬间爆发。球迷们激动的话都说不清楚，这种充满爆炸感的扑救，简直比进球还燃。紧接着，那首专属于你的慢摇神曲又一次响彻全场，你却还是一脸淡定，单手抓起足球，另一只手轻轻地扣住了它。这一刻，你在对方前锋约瑟的眼里，身形变得无比高大，仿佛君临天下的帝王。你淡淡地扫了他一眼，那眼神里的压迫感，让他吓得连头都不敢抬。场边的主教练海科看着面无表情，可他来回踱步的频率早就暴露了他内心的狂喜。他这是捡到宝了，足球史上最大的漏啊！而对方主教练马可已经彻底看傻了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这特么的还怎么踢啊？就连人群中的方柔也呆呆地望着场上的你，感觉无比陌生。当那首慢摇再次响起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跟着上万名观众一起为你疯狂的呐喊。这一刻，对方的士气彻底崩了，而你的球队势如破竹，最终比分定格在6比0，一场赤裸裸的屠杀。3场大胜让媒体直接吹爆，曾经的德丙强队在你面
面前全是战五渣，你第一次觉得自己或许是个天才。赛后，海科教练带你直奔新闻发布会，你现在是全城的宠，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个曾被所有俱乐部拒绝的门将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请问华，3场零封对手感觉如何？你淡然回应，就那样吧，没什么特殊的。谁知媒体竟然当场挖坑，你的意思是不把对手放在眼里，还是在抱怨队友都是背景板？闻言，你眉头紧锁。海科教练察觉不对，立马抢过话筒强硬回击。而这场发布会看似在称赞声中结束，之后你压下发布会上的不快，和方柔一起欣赏了这异国他乡的街景。可没想到第2天，一则头版报道赫然写着华凡深夜带妙龄女郎回家，甚至还造谣你狂妄自大，嘲讽队友全是废物。摊开的报纸上正是你和方柔开门回家的一幕。此时办公室内，海科教练紧盯着你，他见过太多一球成名就迅速堕落的天才。你立刻解释那个女孩只是姐姐的同学，在你这赞助而已。那就好，赶紧准备，我们立刻发声明澄清。可你们谁也没料到，这消息的扩散速度简直超乎想象。才不过半天功夫，整个耶拿城都知道你带女人回家的八卦，媒体瞬间就翻脸不认人。明明前几天还把你吹上了天，现在为了博眼球赚销量，竟然齐刷刷的把矛头指向了你。才赢了3场就飘了，那个华凡不过是刻意闪而过的流星，凭什么对队友指手画脚？推特、微博、报纸、电视，一夜之间你仿佛成了全城的公敌，被所有人唾弃。尽管耶拿日报还在坚持为你说话，但他们的声音在漫天的口诛笔伐里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篇来自耶拿凌晨报的报道成了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篇文章虽然没直接点名骂你，却句句戳心窝子。这下可好，就连那些摇摆不定的球迷也全都倒向了你的对立面。他们自以为站在了正义和球队这边，而你则成了那个狂妄自大的混蛋。连一直挺你的耶拿日报都选择了沉默。海科教练气得浑身发抖，怒火中烧，清楚这波抹黑背后必然有人刻意带鬼，暗中搞事。他明白当下解释只会越描越黑，当即让你暂时避避风头，只用赛场硬实力狠狠打脸所有质疑者。从那天起，你跟外界彻底断了联系，每天的生活就是训练场和家2点一线。这期间只有王琴来找你要过一些训练视频，除此之外再没跟任何人接触。可谁想到王琴转手就把你的视频传到了国内论坛，结果一瞬间评论区直接炸锅了。我靠，诈尸了！勤劳大神你总算更新了，这个门将的技术绝对是世界级的，他真是咱们国家的吗？我去，这实力怎么可能还在踢德丙啊？单手扑救，这他妈不是在拍电影吧？你看对面那个前锋都看傻了。跪求大神赶紧更新下一集。渐渐的，一个叫樊仲的粉丝团在网络的某个角落悄悄成立了，所有人都在疯狂转发你的神级操作集锦。看着疯涨的粉丝和点击量，王琴简直笑得合不拢嘴，甚至已经有人开始私信他谈广告了。而此时，马庆国也刷到你的守门集锦，瞬间被极致天赋震撼，他连夜动笔写下一篇标题为“一个足以统治球场的门将”的爆款长文，全网热度彻底引爆。然而，就在国内球迷为你疯狂的时候，你在德国却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羞辱。客队入场的时候，一群激进的球迷竟然拉起一条横幅，上面用刺眼的中文写着：“我们不需要明星。”连现场主持人都阴阳怪气地介绍道：“让我们欢迎耶拿队的核心，那个爱带女人回家，打了记者却没被罚的坏小华。”看到这一幕，你的脸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这是你第一次觉得在耶拿待得这么憋屈。几天前还为你欢呼的球迷，转眼就因为几篇破报道背弃了你，一股凉意瞬间从心底涌了上来。这时候，旁边的海科教练一脸担忧地看着你，生怕你一时冲动做出什么傻事。然而，你只是面无表情地走到了主持台前，下一秒，你猛地脱下手套，高高举起右手，五指弯曲，比出了一个极其傲慢的脸，全场瞬间就炸了。离开波尔斯，这不欢迎，老老实实回你的荒漠去。看台上的球迷彻底被你激怒了，矿泉水瓶、打火机，甚至眼镜雨点般的朝你砸了过来。可你依旧站在那里纹丝不动，直到一个球迷激动的要冲下看台，主裁判才急匆匆的跑过来，直接对着你亮出了一张黄牌。这是你这个赛季拿到的第1张黄牌，你这才像是冷静了下来，重新戴好手套，默默走回球门，好像刚才挑衅全场的根本不是你。随着一声哨响，这场火药味十足的比赛正式打响。然而，比赛的进程却异常艰难。巴博尔斯贝格的球员压根不像在踢球，他们用各种小动作和犯规把耶拿队的进攻死死的按住。整整一个上半场，耶拿队的气势和耐心被一点点磨光，失误也越来越多。最终，双方以0-0的比分进入了中场休息。你和队友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的走回更衣室，而另一边，对方主教练迪特马尔却觉得他的战术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就在这时，海科教练打破了沉寂，他没有一句责备，而是在战术板上飞快地画着，箭头直指对方球门。下半场要是他们还敢攻出来，哼，一群软脚虾，全都给我压上去，干死他们！一瞬间，所有队员的斗志都被点燃了。谁能想到，下半场刚一开场，巴博尔斯贝格就突然放弃死守，转为了全线进攻。耶拿队显然没适应这个节奏，开场才1分钟，你的球门前就险象环生。仅2分钟后，对方前锋安童就在右路带球狂飙，内切后一脚直塞，瞬间撕开了耶拿的防线。飞速插上的斯特罗抢到了落点，他面前现在只剩下了。现场主持人瞬间就激动了，箭头人物斯特罗，他简直把耶拿的后防线当成了空气，他要射门了。那个该死的中国人马上就要为他的狂妄付出代价。看台上的球迷也跟着嘶吼起来，干死他！我看你怎么破！垃圾！所有人都等着看你丢球的笑话，等着狠狠嘲讽你那个灵蛋手势。射门了，这个角度，这个速度，有了！就在主持人准备嘶吼出进球的瞬间，他的声音却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戛然而止。只见你一脸淡定地把足球稳稳地抱在了怀里。他是什么时候过去的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他刚才明明不在那个位置。整个球场瞬间陷入一片死寂。那些刚刚还准备欢呼的球迷
意，现在呆呆地看着漫天飞舞的彩弹，就好像在嘲讽着他们刚才的天真。海科教练却不屑地撇撇嘴，就这种射门也想进球，简直可笑。而对方主教练迪特马尔则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这球斯特罗的处理可以说没任何毛病，他甚至还借着后卫挡住了你的视线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你不仅预判了他的射门位置，甚至连他什么时候起脚都算得明明白白，这简直就是怪物级别的神级预判。你面无表情地把球扔了出去，零封对手，你用行动证明了你说到做到。而这一个神仙扑救，直接让耶拿全队的士气瞬间拉满，两支球队当即就开启了对攻大战。满血复活的耶拿队员们攻势变得无比犀利，终于在下半场第76分钟，耶拿队的进攻铁三角再次发威，直接把局面给扭转过来。尼尔斯他们三人在禁区里疯狂秀着操作，逼得对方后卫心态失衡，一把就拽倒了塞班，点球稳稳命中，耶拿率先破局。谁知道对方主帅彻底上头，竟然撤下所有防守球员准备拼命，球场上空回荡着他们绝望的嘶吼。第83分钟，对方中场塞尔吉一个假动作晃过全场，拉开空档后送出一记妙传，前锋安童顺势拿球，抬脚就是一记爆射，要进了。主持人的狂吼还没喊完，声音却又一次卡住了。就在足球马上要滚进球门的瞬间，你竟然稳稳抬起脚，死死地踩住了那个地滚球。你的眼神冷得像冰，淡淡的扫过对方的前场3叉戟，就这点水平还差得远。接着你一脚大脚把球开了出去，只留下对方前锋在原地怀疑人生。对方球员的心态瞬间崩了，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变态的门将，你简直就是足球史上独一无二的怪物。耶拿的士气也跟着燃到了顶点。仅6分钟之后，塞班在禁区内高高跳起，一记霸道的头球直接将对手送进了绝望的深渊。2比0，梅开2度。裁判提前吹响了中场哨，这场噩梦总算结束。巴博尔斯贝格的球员们下场时都忍不住望向身穿0号球衣的你，眼里全是羡慕。要是这个怪物是我们的队友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对方的球迷们也灰溜溜的离场了，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再发出嘘声。你凭借全程无解发挥零封对手，用绝对实力击碎所有场外嘲讽与偏见，狠狠打烂所有质疑者的脸。赛后回到家，方柔却告知你明天就要返回慕尼黑，简单告别叮嘱后，他便匆匆动身离开。空旷的房间骤然冷清，你难免心绪低落，后续训练频频走神，状态大幅下滑。海科一眼看穿你的低落，主动提出给你放假调整，你却坚定地摇了摇头，眼神深处闪过一丝决绝的痕迹。因为下一场的对手偏偏就是那个云达不莱梅青年队，虽然那只是个青年队，但当初被对方主帅托马斯当众羞辱的画面，你到现在还忘不了。就在你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，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。喂，华子，有没有想我呀？电话里传来了方柔那软糯的声音，你那空荡荡的心瞬间就被填满了，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，你瞬间一扫所有坏情绪，整个人更是原地满血复活，训练状态回归巅峰。海科看着重新充满斗志的你，暗暗松了口气。现在耶拿的战术非常奔放，全队都压上去进攻，防守的事全都交给你，只要有你在，耶拿就拥有了最坚固的后盾。一转眼1个星期就过去了，这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德比联赛，谁知道竟然吸引了无数媒体的长枪短炮。不光是耶拿本地的媒体，就连外地的记者也都纷纷赶到了现场，所有人都憋着一口气，等着看你这个中国门神要怎么亲手撕碎不莱梅的进攻线。为了流量，那些无良媒体疯狂往你身上泼着脏水，简直把你当成了他们的赚钱工具。就连德国顶级大报《图片报》也公开报道了这场耶拿与不莱梅的宿命之战。大战还没开始，那浓烈的火药味儿就已经隔着屏幕扑面而来了。海科这次也彻底豁出去了，直接在发布会上公开叫板，如果不莱梅还算有点男人的样子，就别在那龟缩防守。最后比分是几比几我不清楚，但我敢保证他们一个球都别想进。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挑衅，不莱梅主帅托马斯满脸不屑，言语之间满是对你的轻视与贬低。当你再度踏上主场草皮，全场气氛冰冷死寂，没有欢呼，没有掌声，只剩无尽冷漠与敌意。连日的舆论抹黑，让你彻底被本地球迷孤立。解说介绍你的语气也格外敷衍冷淡，孤身一人承受全场偏见与排挤，寒意浸透全身。但你没有退缩妥协，反而咬牙立下决心，既然无人为我喝彩，我就用绝对实力逼着所有人低头认可。开场哨声响起，不莱梅青年队教练早已对你做足研究，清楚你预判顶级，反应逆天，却认定你无法长期高强度连续扑救。他笃定你的防守迟早会出现破绽。球场上随即出现诡异一幕，耶拿的中场球员抢球时像疯狗一样拼命，可一旦皮球越过中场线，他们竟然立刻变得懒散起来，甚至都懒得回追。对面教练霍内巴赫满脸嘲讽，心里暗骂海科就是个只配在德丙混的傻子。结果开场才6分钟，不莱梅青年队就直接撕开了耶拿的防线，他们的核心小将普德雷拉格带球一路狂飙，面对沃吉的拦截，他一个漂亮的假动作转身，紧接着一记神来之笔，竟然用后脚跟反向传球，不仅晃过了所有防守队员，就连上来夹击的阿勒克斯都被晃倒在地。对方前锋尼古拉斯带球杀入禁区，灵巧的闪身躲开凯的贴地滑铲，直接跟你形成了1对1的单刀。在他看来，你不过是个靠着炒作上位的跳梁小丑，根本没资格守住这扇球门。他轻蔑的冷笑一声，甚至觉得攻破你的10指关简直比喝水还要简单。就在此时，尼古拉斯猛地抬脚抽射，足球瞬间化作一道白光，直奔球门右上角。全场观众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全都屏住呼吸，死死盯着那个黑白相间的精灵。你竟然像一只展翅的大鹏般腾空而起，舒展开的双臂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。啪！随着一声脆响，你用一个极具张力的动作，狠狠将球扇飞了出去。解说员鲍勃当场就看傻了眼，这哪里是足球扑救啊，这分明是篮球场上那种霸道无比的盖帽。这一巴掌不光是扇飞了皮球，更像是狠狠抽在了尼古拉斯的脸上，让他羞得满脸通红。接下来
来，看台上的反应却诡异到了极点。球迷本能想为这记神扑欢呼，却被连日的舆论绑架，只能强行压抑情绪，全场陷入尴尬死寂。你对此却毫无感觉，只是冷冷地盯着准备开角球的对手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既然你们都想看戏，那我就给你们演一出大的。紧接着，足球划着一道弧线飞向小禁区，场上瞬间乱成了一锅粥。足球在人群中被踢来踢去，场面一度失控，甚至连主教练海克都心里咯噔一下，暗叫不好。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你竟然发出了一声响彻全场的怒吼：“都给我犯规！立刻！马上！”这种离谱的要求简直闻所未闻。布莱梅的教练霍内巴赫甚至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，这到底是多看不起自家的后防线，还是对自己扑救的实力自信到了变态的地步？可耶拿的队友们对你的信任早已深入骨髓，听到你的指令后竟然没有丝毫犹豫。下一秒，禁区里顿时人仰马翻，布莱梅的队员被你的人成片的放倒在地，主裁判当场就蒙圈了。这种主动送点球的打法，他吹了半辈子球都没见过。他犹豫了好几秒，最终还是吹响了口中的哨子，点球。全场的观众全都看傻了眼，看着你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心里都觉得你这家伙绝对是个疯子。你却只是安静地站在门线上，眼神里透着一股让人心惊胆战的自信。点球对你来说，这反而是最稳妥的时刻。面对队友们满脸的惊愕和不解，你却懒得解释什么，只是淡定地冲他们点了点头。毕竟你总不能告诉这群家伙，平时训练里的自己根本就没拿出真本事，那简直是放了一片太平洋的水。眼瞅着尼古拉斯一脸懵地站在罚球点上，虽然你那蹩脚的德语让他听着难受，但他显然被你这种让队友主动送点的行为给彻底激怒，一心只想找回刚刚丢掉的面子。他来了！尼古拉斯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助跑，然后一脚推射，皮球直奔球门左下角的死角飞去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那个让他绝望的身影又一次鬼魅般的出现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你又一次轻描淡写的伸出脚，把飞来的皮球死死踩在了脚下。干得漂亮，滑！我们爱你！队友们跟疯了似的冲过来，将你紧紧抱住。这种劫后余生的狂喜，让他们激动到恨不得当场亲吻你的球鞋。可这一幕落在裁判眼里无比诡异。不过队友疯狂庆祝另有原因，看台上球迷明明内心激动，嘴上却依旧死硬，坚决不肯为你喝彩。而场边的海科教练早已看穿一切，一脸坏笑盯着你。他清楚，你平日里平平无奇的扑救，全程都在刻意藏拙。就在这时，场上局势突变，憋火的耶拿队彻底展开猛攻。比赛第17分钟，里约恩20码精妙直塞撕开防线，塞班获得单刀，可惜老将射门离谱打飞，引来全场惋惜。现场球迷借机刻意起哄，误以为失误球员欢呼，只为刻意针对恶心你。但这丝毫挡不住耶拿队掌控节奏，布莱梅年轻队员心态崩盘，战术执行暴跌，场上失误越来越多。比赛第27分钟，尼尔斯抓住机会，迎着传球凌空抽射，球进了，1比0。耶拿队核心尼尔斯彻底爆发，解说员疯狂吹跑，全场球迷高喊尼尔斯的名字，刻意掩盖刚刚对你神级扑救的集体失声。可下一秒，尼尔斯乐极生悲，兴奋冲进角旗区跳舞，脱衣庆祝。裁判果断掏出黄牌警告，短暂插曲不影响耶拿队猛烈攻势，高压压迫让对手难以喘息。布莱梅教练猛然惊醒，全力研究你的同时，完全低估了满血爆发的耶拿进攻火力。他终于意识到一个恐怖真相：球队陷入被动，节节败退，一切根源全在于你这个华夏门神。场上尼尔斯状态炸裂，疯狂冲击对方后防线。布莱梅门将心态炸裂，传球失误直接送到尼尔斯脚下，再度形成单刀，冷静推射破门，2比0。全场欢呼炸裂。吸取上一轮教训，尼尔斯故意撩衣假装庆祝，极限规避黄牌，一波极限反转逗乐全队。队友纷纷围上来打闹庆祝，只有你冷静鼓掌，低调内敛的模样，反倒被刻意抹黑你的媒体当成孤僻不合群的把柄。上半场结束，耶拿带着2球优势进入更衣室，气氛却格外凝重。尼尔斯害怕教练追责，躲在你身后当人肉盾牌。海科教练脸色铁青走进更衣室，尼尔斯立刻认错甩锅。可当教练看到你，怒气瞬间消散大半，直接问出核心疑问：你扑点球是不是和普通射门一样轻松？你心头一紧，明白自己藏拙过头被怀疑，只能借口运气好慌忙掩饰。你深藏的5秒预知未来异能是最大底牌，一旦曝光，只会引来无尽麻烦与打压，根本不能公之于众。海科半信半疑，最终选择暂时相信你的说辞。你侥幸蒙混过关，暗自决定往后必须收敛实力，低调发育。与此同时，客队更衣室里确实已经炸开了锅，丢不丢人？居然被一支德丙球队跟遛狗似的遛。霍内巴赫把战术板拍得砰砰作响，直接祭出了最强的尊严大法，摆大巴防守，那是弱者才会找的借口。就算是输，也得站着输。你们敢不敢跟我一起去拼命？这一针鸡血直接打了下去，布莱梅那帮小伙子们的眼睛瞬间就红了。毕竟都是年轻人，尊严有时候比命还重要。下半场的哨声一响，场上画风瞬间突变。布莱梅这帮小将们简直像是疯了一样，那哪是踢足球，简直是把足球当橄榄球在踢。全场不要命的疯跑逼抢，你的队友们瞬间被冲得七零八落。第58分钟，全场最精彩的一幕爆发了。布莱梅的天才少年普德雷拉格接到球，仿佛突然之间被有吸附体，一个猛然加速，轻松过掉2人。面对阿勒克斯的封堵，他右脚向外一拨，紧接着内扣，一个漂亮的牛尾巴就过来。阿勒克斯的脚踝差点没被他晃断，整个人重心不稳，直接飞了出去。紧接着又是一个急速变向，连人带球一口气连过了5个人。海科惊得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就连看台上那些准备虚拟的球迷都看傻了眼，一个个张着大嘴，都忘了发出声音。这哪是德丙比赛啊，这分明就是马拉多纳在世。普德雷拉格此刻感觉自己就是神，他已经杀红了眼，径直冲向了禁区，但他不打算射门，看向你的眼神里充满了狂热，他要过掉你，用极致羞辱的方式破门得分。禁区之内，他疯狂的踩单车，节奏晃动，极限扣球变向，蓄力准备轰出世界波。然而下一秒，意外瞬间发生，普德雷拉格全力一脚直接踢空，险些摔倒。所有人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，只看到你背对对手，漫不经心将球解围到中场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你凭借预知能力，提前一步轻伸脚尖，直接从当下捅走皮球。没有花哨动作，没有惊险扑救，只有赤裸裸的降维打击。天才的高光时刻瞬间破灭，心态彻底崩盘。现场
球迷左右为难，想为你喝彩又碍于立场硬撑隐忍。海科看透一切，无奈吐槽球迷双标狭隘，你淡然耸肩，不问他人喜好，死守球门便是你的底线。这场对决，主角从来不是昙花一现的天才，而是稳如泰山的你。经此一役，布莱梅全队心气彻底断裂，后续比赛沦为垃圾事件。耶拿全线压制，最终比分锁定4比0，完成残暴碾压大胜。赛后发布会，海科底气十足，态度强势，公开喊话想要挑战一线强队，尽显野心。面对外界对你的偏见与质疑，他强势互怼，用联赛榜首的硬实力回应一切杂音。然而，这场大胜并没有吓退所有的质疑者。布莱梅青年队的主帅霍内巴赫好心去提醒他们一线队的主帅托马斯，结果却直接吃了个闭门羹。托马斯满脸不屑，连比赛录像都懒得看一眼。一个连自家球迷都嘘的门将能有什么真本事？不过就是个神经刀罢了，赢了几场球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这番傲慢的言论即将会让他付出怎样的代价。大胜的消息传遍国内，你的海量华夏粉丝自发集结，心疼你在客场遭受偏见，集体呼吁你转会离队，寻求更好平台。多家俱乐部抛出高薪邀约，开出优厚条件挖角，但你信守承诺，坚守契约底线，拒绝所有诱惑，执意留守耶拿，坚守本心，绝不背叛。你极少接触网络，对外界的追捧与热议毫不知情，持续专注赛场本身。连续高强度赛程让体能濒临极限，你减少额外消耗，全力休整备战，迎接下一轮硬仗。然而下一轮客场对战开姆尼茨赛前，对手媒体刻意炒作友好城市话题，暗中进布局炒作转会传闻，想用舆论扰乱军心。对方主帅预算不足，无力直接引援，故意放话强挖你，炒作流言搅动转会市场。同时多支球队跟风凑热闹，争相招揽状态火热的海科第一时间强硬表态，官宣你为非卖品。你感念教练知遇之恩，明确拒绝所有挖角，安稳留守球队。可到了决战那天，大巴缓缓驶入开姆尼茨，眼前的一幕却让全队上上下下都傻了眼。这哪是客场啊，这简直就是你的个人粉丝见面会现场。更有球迷拉起横幅，哇，来开姆尼茨吧，我们才是你的真爱。耶拿那帮球迷都是瞎子，只有我们才懂你。看着窗外这铺天盖地的热情攻势，说句实话，你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。这种被死敌球迷疯狂追捧的感觉实在是太魔幻了。但你深吸了一口气，眼中的那一丝动摇瞬间就化为了冰冷的杀意。抱歉了各位，而你也没有丝毫手软，一个干脆利落的4比0，你用连续第6场零封的恐怖战绩，狠狠回敬了所有人的这份期待。这下子开姆尼茨彻底炸了锅，球迷们不仅没骂你，反而跑去围堵自家俱乐部的大门，叫嚣着不买下你就集体退票。他们又哪里会知道，因为你这次出色的表现，戈尔德和他们俱乐部的高层们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。可你压根就没心思管这些破事。更衣室里，海科的脸却严肃的吓人，因为仅仅5天之后，球队死敌红白埃尔福特即将来袭，这才是本赛季真正的生死恶战。两队积怨极深，仇恨拉满，赛前火药味直接拉满。几天里，海科每天都在针对埃尔福特的特性积极应战，而埃尔福特的主帅斯蒂芬也没闲着。虽然在他眼中，你不过就是个运气好的守门员罢了，认为凭你一人还无法左右比赛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从花高价从德甲租借来2张王牌列金斯基和迈克尔，甚至盘算着要把你当成埃尔福特冲进德乙联赛的垫脚石。5天时间一晃而过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然而双方还没上场，那火药味就已经呛得人睁不开眼。埃尔福特队的大巴刚到球场，就被无数的耶拿球迷围得水泄不通，疯狂的拍打声和谩骂声差点就把车窗给震碎了。好不容易在警察的护送下进了场，双方球员一见面就开始互相狂喷垃圾话。这就是德丙顶级死敌间的见面礼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动员，每个人的眼里都像是在喷火。随着哨声骤然响起，比赛瞬间就变成了惨烈的肉搏战。短短的8分钟内，双方竟然犯规超过了17次，几乎是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人被放倒。只要你持球超过了5秒钟，绝对会被对方连人带球直接铲飞。主裁判吹哨吹的腮帮子都酸了，直到2张黄色的牌子甩了出去，这群杀红了眼的球员才稍微冷静了一点。也就在这时，耶拿队抓住了机会，比约恩和马克西在中场打出了精妙的配合，一脚手术刀般的直塞瞬间就撕裂了对方的防线。老将塞班硬生生的挤开了对方的后卫，抬起脚就是一记爆射，1比0。才开场10几分钟，耶拿就狠狠地扇了埃尔福特一个响亮的耳光。看着全场高呼着塞班的名字，海科教练激动地挥舞着拳头，他心里实在是太清楚，只要耶拿能够进球，有你在门前镇守着，这场比赛就稳了。然而对面的斯蒂芬教练却并没有丝毫慌乱，他冷着脸挥了挥手，把正在垂头丧气的队长鲁道夫叫到了场边，眼神阴狠地指了指场上的比约恩，上双后腰，给我把他给废了。列金斯基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，来自汉堡的他刚才竟然是大意了，既然这个叫比约恩的15号视野好，传球犀利，那就让他彻底变成一个瞎子。谁知这才是噩梦的开始，列金斯基就像一块贴身的膏药一样死死地缠住比约恩，甚至不停地用着隐蔽的小动作进行身体上的冲撞。比约恩瞬间就哑火了，根本就接不到球，哪怕是勉强碰到皮球，也会被那个强壮的身体瞬间给挤开，气得他只能恶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。更可怕的是，列金斯基不仅仅是个球场屠夫，他断球之后根本不会回传，而是像一辆重型的坦克一样直接杀向了中场。埃尔福特的2个边锋朱利安和奥利维尔瞬间心领神会，立刻就向着中路靠拢过去，3个人组成了一个恐怖的进攻三角。就在耶拿的防线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，列金斯基竟然完美的复制了刚才耶拿的战术，一脚手术刀般的精准直塞，精准的找到了前插的马塞尔。这一球实在是太快了，马塞尔的速度比耶拿的后卫足足快了1个身位，迎着皮球就是一脚爆射，连看台上的嘘声都还没来得及响起，球就已经轰到了门前。海科教练的心瞬间就提到了嗓子眼，他死死地盯着球门前的你，手心里全都是冷汗。这可是马塞尔的招牌重炮啊，时速能飙到120公里的恐怖射门。以前不知道有多少门将因为反应不及，被这记暴力射门直接轰成了渣。而面对着这枚呼啸而来的炮弹，你根本就不敢像平时那样单手托球耍帅，那纯粹就是在找死。你皱着眉头横向移动，用胸口和双手死死地抱住了这颗
带着高速旋转的劈球，巨大的冲击力震得你手掌都发麻了。马塞尔难以置信地瞪大了自己的眼睛，这可是他角度最刁钻必进球，竟然就这么被你稳稳地给拿下。看着马塞尔骂骂咧咧地走开，耶拿的队友们这才惊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刚才那一球要是换了别人，球网估计都要被射穿了。埃尔福特的主帅斯蒂芬眼神复杂地盯着你，心里更是酸得不行。他又是公关又是掏钱才租来了2个强援，结果耶拿1分钱都没花，就捡到了你这么个预判变态、扑救无解的怪物。然而场上的局势并没有因为你的神级扑救而好转，随着比约恩被彻底冻结，耶拿的进攻也完全陷入了瘫痪。那2个租借来的汉堡后腰和纽伦堡中卫，简直就像是2堵叹息之墙，死死拦住了耶拿所有的进攻路线。解说员鲍勃气得在直播间里大吼着：“裁判是瞎了吗？比约恩的球衣都快要被扯烂了！”主裁判根本就不理会解说员鲍勃的咆哮，毕竟这老家伙试图干扰判罚也不是1-2回了。此时场上的节奏竟然被埃尔福特一点一点的蚕食着，场下的海科教练眉头紧锁，陷入了激烈的心理斗争之中。他不是没有招数，只要撤下比约恩，换上一名后卫，改打防守反击就能稳住局势。可现在比赛才刚刚过去了20分钟，不仅是因为领先1球的底气，海科更是想借这个德甲水准的后腰来好好磨练一下比约恩，看看这颗星星能不能在重压之下破茧成蝶。更关键的是，有你在守门，他的心里就有了绝对的底气。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竟然直接就做回了教练席，打算冷眼旁观这场甚至有些残酷的降维打击。这一幕落在了对手主帅斯蒂芬的眼里，简直就是在自寻死路。他忍不住在心里冷嘲热讽，觉得海科已经老糊涂到想靠着一招先吃遍天，简直是愚蠢透顶。果然，场上的形势瞬间急转直下，埃尔福特的攻势如同潮水般一波接着一波，你的门前再次拉响了刺耳的防空警报。对此，你却是平静的有些诡异，没有人看见你眼底深处那抹一闪而过的微光。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绝望。下一秒，整座球场的呼吸都将为你而停止。眼看对手前锋马塞尔获得单刀机会，身边空无一人，他甚至还有时间停球调整角度，你瞳孔猛缩，心沉到谷底。下一秒，马塞尔一脚重炮轰出，他脸上已经浮现出庆祝的笑容，然而传来的却不是球网的撕裂声，砰一声闷响，你将这记势在必得的重炮死死地闷在自己怀里。只不过这一下震得你胸口生疼，你只能强忍着剧痛，揉了揉胸口，冷冷地看了马塞尔一眼。此时，埃尔福特的球员如同饿狼般围了上来，准备就地逼抢。你不敢怠慢，放弃手抛球，一个大脚直接将球开向中圈。谁知中场全面被压，皮球被头球顶回，落到脏后腰列金斯基脚下。比约恩贴身严防，可列金斯基故意扯球衣耍阴招，一招人球分过，轻松过吊人。比约恩倒地怒吼投诉，裁判却无视犯规，直接判进攻有效。列金斯基靠着小动作得手后，耶拿的防线瞬间大乱。几个传球后，足球又一次来到马塞尔脚下，马塞尔没有任何犹豫，一脚凌空抽射，足球带着撕裂空气的破风声直奔球门而来。你咬紧牙关，再次用身体硬接下这次射门，剧烈的冲击让你差点咳出来。你下意识望向教练海科，他却毫无表示。你这才明白，只能靠自己硬抗到底。全队所有人都在憋着怒火，全程全靠门将你接连神扑续命。也正是你的逆天发挥，硬生生点燃队友士气，勉强顶住对方猛攻。比赛短暂陷入僵持，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天不遂人愿，一直被列金斯基用小动作骚扰的比约恩，他的理智终于被愤怒彻底冲垮。就在这时，比约恩一个凶狠的背后滑铲，直接将列金斯基放倒在地。那个刚刚还嚣张无比的家伙，瞬间捂着小腿满地翻滚。比约恩发热的脑子瞬间冷却，完了！主裁判已经跑了过来，一张刺眼的红牌高高举起，而刚刚还躺在地上翻滚的列金斯基，看到红牌后，竟晃晃悠悠地站起来，跟个没事人一样，轻蔑地瞥了一眼下场的比约恩。半场落后1人，全队拖着疲惫身躯回到更衣室，气氛压抑到极致。海科立刻调整战术，收缩防线，全员死守，放弃边路，死守中圈拦截进攻。下半场开始，你们全线收缩，只留下1名前，你以为死守就能赢？可教练海科刚摆出大巴战术，万万没想到又出幺蛾子，场内突发混乱，列金斯基故意垫脚阴人，想要废掉尼尔斯，被恶意针对的尼尔斯瞬间暴怒，出手反击，而狡猾的列金斯基立刻倒地装惨骗犯规。裁判毫不留情再掏红牌，耶拿直接被罚下2人，只剩9人硬抗对面11人。你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就看到尼尔斯被塞班连拖带拽的下场。海科教练顾不上责怪，瞬间撤下塞班，换上最后一个中场替补。他将目光投向球门前的你，眼神复杂，仿佛在说：华凡，耶拿只能依靠你了。与此同时，埃尔福特的攻势如同海啸般汹涌而来，一浪高过一浪。你们9人防守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，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。鲍勃都沉默了，这哪里是比赛，简直是单方面的虐杀。对手全线压上控球，我方队友体能彻底透支。对方主帅一声令下，进攻骤然提速，防线彻底崩盘，球员雷讷当场抽筋重伤离场。埃尔福特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高球直接转向禁区，列金斯基竟然抢到第一落地，一个前额飞顶，足球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，直奔球门右方而来。你瞪大眼睛，这球竟然是直挂死角，区区一个头球对你来说根本不是问题，你轻松将球揽入怀中。可就在你抱住球的瞬间，你脑中一道闪电划过，你终于明白尼尔斯为何会暴怒失控。原来这个叫列金斯基的家伙在抢点时竟然还用手偷偷勾了沃基一下，他明明身体占优，却非要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你虽然想不通，但此刻也顾不上太多，你故意磨蹭几秒，才一脚将球踢出边线。海科趁机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，换下抽筋的雷诺。可比赛还剩整整21分钟，这下埃尔福特主教练斯蒂芬彻底笑了，他被扣双手，自信满满。耶拿没有后手，正是他全面反扑的信号。他立刻换下后卫和后腰，换上2名攻击手，阵型变成恐
恐怖的3-4-1-2。你看着教练席上老神在在的斯蒂芬，再看看场边站成雕塑的自家教练海科，你知道真正的风暴要来。下半场73分钟，马塞尔接到传中，一脚劲射直挂死角，你用尽全力双拳击出，紧接着角球开出，盖泰诺抢点推射，你用脚尖惊险挡出，仅40秒后，马塞尔的抽射又被门柱挡出，列金斯基跟上一脚补射，你却像鬼魅般再次挡在球的路线上。短短5分钟，埃尔福特狂轰11脚射门，其中9脚射正，可你就像一堵无法逾越的城墙，一次又一次将球拒之门外。没人知道你的预知能力并非无敌，强行极限扑救，体能正在疯狂透支，但你绝不认输，越是绝境越要硬扛。一句话守住底线，我的球门谁也别想攻破。与此同时，埃尔福特的球员们心态崩了，他们心中疯狂咒骂这个中国门将，简直恶心的让人发指。他们不记得射了多少次，只看到你一次次奔跑，一次次扑倒，足球就是进不去。斯蒂芬教练刚刚还被扣的双手，不知何时又重新抱在胸前，眉头紧锁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短短13分钟，21次射门，14次射正，其中8次都是绝佳机会。这么华丽的数据，比分竟然还是1-0，可前提是必须要有进球啊！1-0的比分依旧像一座大山压在埃尔福特心头。斯蒂芬看着你那道黑色的身影，一个让他心寒的念头冒出：这场比赛他们可能会输。他猛地摇摇头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守门员怎么可能永远不犯错？还有10分钟，只要再来几次绝佳机会，你的球门一定会被洞穿。然而对海科来说，这10分钟却无比漫长，每一次射门都让他心惊肉跳。9人应战的耶拿后防彻底成了筛子，他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你来试训的那天，那道横闪纵跃的身影，再一次在德丙赛场上演个人秀。马塞尔看着又一脚势在必得的抽射被你扑出，恶狠狠地朝草地吐了口浓痰。他射门都射累了，你竟然还没倒下。他看得分明，没有射门时，你已经撑着双膝大口喘气，汗水肉眼可见，根本不是装的。可偏偏足球飞来时，你又像豹子一样敏捷，扑救成功后，又瞬间瘫软得像条死狗。所有埃尔福特球员的眼神都凝重起来，他们本以为能轻松掀翻这艘9人小船，谁知船下竟然藏着一艘潜艇，而这艘潜艇就是你这个该死的门将。他们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守门员，必进球都能被你匪夷所思地扑出来，动作简洁的可怕，拿不住的球也总是破坏出边界，不给任何补射机会。德丙知名重炮马塞尔在你面前彻底哑火，重炮变烟花，中看不中用。比赛进入伤停补时，埃尔福特的球员们才猛然惊醒，他们还没进球，巨大的压力瞬间袭来，攻击更加疯狂。可看台上却陷入了诡异的安静，耶拿球迷紧张到忘了虚对手，只能默默祈祷时间快点走。埃尔福特球迷也不知为何停止了助威，球场上只有足球被一次次击打的砰砰声，每一次都像重锤敲在耶拿球迷心上。还好他们有你，但你表现越好，他们心里就越是遗憾，由爱生恨也就越深刻。他们觉得你再强也是站在老队员的肩膀上，品性太差。就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，一个叫丹尼斯的球迷却心如刀绞，他出差归来，看到的却是你一人苦苦支撑，全场竟无一人为你加油。你们都是瞎子吗？他心中怒吼，一个状态不好的球员能做到这样，一个想走的门将能如此拼命，一个瞧不起队友的人会从不指责防守失误，什么狗屁媒体，什么狗屁老球迷。想到这里，丹尼斯乘着全场安静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再次大声喊出那个名字：哇，干得好！你正撑着膝盖喘息，听到这声呼喊，茫然抬头，开赛时好像就听过，但嘈杂中你以为是错觉，这一次却清晰无比。你刚想寻找声音的来源，埃尔福特球迷的助威声再次响起，你只能放弃，可那声音好像是丹尼斯。想到这里，你突然咧嘴一笑，原来真的有人在为你加油，只要有一个人信你，你就绝不会让他失望。你狠狠拍了拍脸颊，强迫自己清醒。主裁判已经开始看板，埃尔福特的队员越来越急，他们的教练斯蒂芬在场边疯狂挥手，示意全力进攻。就在这时，埃尔福特打出一次绝佳机会，禁区内一阵混乱，马塞尔四处跑位吸引防守，突然左边一个弧线球直挂死角而来，你死死盯着禁区前，就是现在。埃尔福特前锋盖泰诺起脚，足球划出一道美丽的抛物线，直飞球门左上角的理论死角。可那道讨厌的身影再次出现，又是你！你左移2步，奋力一蹬，身体如大鸟般舒展，双手笔直深处，抓到了。看台上一边是叹息，一边是庆幸，你再次拯救了耶拿。但这次你连人带球重重摔下，一时竟没爬起来。就在此时，中场哨响，你确认比赛结束，轻轻推开球，翻身面朝天空，哈哈，赢了！耶拿的球员们从呆滞中反应过来，疯狂地冲向你，一层层罗汉压在你身上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但你觉得一切都值了。场边的海科兴奋地抓紧了搭档拉尔夫的手，激动到浑身颤抖。拉尔夫的记录板上赫然写着：埃尔福特全场41脚射门，25脚射正，全部扑出。耶拿在忘情欢呼，埃尔福特则垂头丧气地离场。列金斯基一脸阴云，他用尽手段搞下耶拿2名核心，本以为胜券在握，没想到竟然输给你一个人。原来不是海科不知者无畏，而是自己不知者无畏啊！埃尔福特主教练斯蒂芬深深看了你一眼，重重叹了口气。埃尔福特没有输给耶拿，却输给了一个守门员。赛后发布会上，斯蒂芬更是火力全开。我不知道海科走了什么狗屎运，捡到华这么一个宝贝。如果没有华，现在庆祝的就是我们。他不停地抨击海科，顺带狂捧你。记者们终于忍不住了。斯蒂芬先生，你的意思是不是想买下华凡？斯蒂芬无语地看了一眼记者，随即再次刺激耶拿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华愿意来，埃尔福特就有他一席之地。只有亲手交过手的人才知道你到底有多可怕。你一战封神，死敌埃尔福特的媒体却把你吹上了天。他们不仅大肆报道，球迷们更是纷纷表示愿意接纳你，就因为你那无以伦比的防守力。然而耶拿这边除了几家一直挺你的报纸外，竟然是一片死寂。特别是前些天蹦跶最欢的耶拿凌晨报，此刻也彻底闭嘴，因为你的表现让他们根本无法再抹黑。一个喜欢逛夜店的球员可不是这种表现。现在就连死敌都有机会挖走耶拿的核心，满意了吗？就在力挺你的媒体占据主流时，海科和队员们却在赛后发布会集体沉默，匆匆离场。这一下，耶拿的球迷们总算是急了，他们终于明白，扑向你最快的是沃吉和阿勒克斯，那份喜悦根本装不出来。回到房间，你一把躺在床上，给方柔打了个电话。腻歪几句
句就挂断，锻炼也因为浑身酸痛取消。你一时间竟有些迷茫。就在这时，你迅速环顾房间，目光最终落在那个很少用的笔记本电脑上。王琴到底在网上折腾什么？你突然来了点兴趣，坐到桌子旁，按下了电源键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叫马庆国的球迷正看着你与埃尔福特的比赛视频直打哆嗦。他本不是你的无脑粉，可看完视频，他不得不承认你有资格称为华神。于是，一篇名为《华神对于球队的作用》的帖子横空出世，他毫不犹豫地把你捧上天，还附上了比赛视频。下一秒，整个论坛画风突变，长长一溜的回帖刷爆屏幕。来，保持队形，我们一起来喊华神转会吧，华神转会！你看着电脑前一模一样的回帖，整个人都目瞪口呆，脑子转不过弯来。原来国内有这么多球迷支持你，还都希望你转会。你心里一暖，决定告诉大家你的想法。于是你用王琴给的账号笨拙地敲下一行字：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是华凡，耶拿俱乐部对我还不错，我暂时不会考虑转会的。可你万万没想到，你的回复竟犯了大忌。我去，有人歪楼，你是华神？骗鬼呢！勤劳大可说过华神不太会上网，破坏队形无耻，不要以为装华神就能歪楼了。你苦笑着看着屏幕，自己竟然被当成了冒牌货。你赶紧又努力回了几个字：我真的是华凡。结果一条回复让你彻底傻眼，你要是华神，我直播吃响。紧接着版主阿花出现，直接把你这个捣乱 ID 封进了小黑屋。屏幕前的你刚想再辩解，却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回帖。队形是什么？你看着那些看不懂的网络用语，感觉自己好像跟不上时代。而那些可怜的球迷们却不知道，他们亲手把自己的偶像关进了小黑屋。就在你郁闷不已时，但另一边，圣保利俱乐部的主席斯特凡已经气到抓狂，就因为安德烈那两个蠢货，眼睁睁让你这个天才门将从眼前溜走，1毛钱都没花。现在圣保利主力门将重伤，替补根本挑不起大梁，他只能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你在耶拿大放异彩。斯特凡越想越气，他猛地一挥手，决定亲自出马，只要有诚意和钱，他就不信招揽不到你。于是他立刻动身，直奔耶拿。而此时的你对这一切毫不知情，正享受着难得的休息。主教练海科心疼你过度劳累，早早就让你回家。你瘦弱的身体确实需要循序渐进。谁知你刚到家就接到威廉的电话，约你在旁边的咖啡厅见面。你没多想，匆匆洗了个澡就赶了过去。可你一进门就看到威廉身边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银发老头。你疑惑地走过去，威廉立刻介绍：华，这是圣保利的主席斯特凡奥斯。下一秒，斯特凡主动伸出手，开门见山：华，我就直说了，你有没有兴趣加盟圣保利？你直接惊呆，圣保利不就是当初那个嘲讽你和威廉的球队吗？现在又想邀请你加盟，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道理他们不懂吗？你皱着眉，沉默不语。斯特凡见状，以为自己太过冒昧，连忙留下一张名片，说会在耶拿多留几天，希望你好好考虑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你迫不及待地问威廉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威廉一脸震惊，他告诉你，斯特凡为了见你，从机场一路跟到他家，诚意十足。而且在你来之前，他已经抛出了3个重磅炸弹。第一，他愿意为你开掉当初那个嘲笑你的主教练安德烈；第二，他知道你尊敬海科，只要你点头，他就愿意让海科去接手圣保利。最重要的是第3点，他准备用500万欧元买你。这还没完，威廉接着说，除了转会费，斯特凡还会拿出50万欧元的签字费，这笔钱单独给你。不仅如此，你在圣保利的周薪将会翻倍，直接涨到12000欧元。你彻底被这一连串数字砸晕，脱口而出：签字费是什么？威廉一字一顿的解释，那是单独给你的钱，50万欧元。他做梦都没想到，你被俱乐部追逐的场景竟然这么快就实现。你被这天价合约砸得有点猛，一个俱乐部竟然愿意为你开除主教练，甚至连海科都一起带走。50万欧元，那可是400万人民币。罗兰的嫁妆，你一次就能挣到手。这个圣保利主席的大手笔，让你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次转会。你转头看向威廉，威廉，我想听听你的说法。威廉喝了口水，开始为你分析。他坦言，作为经纪人，他认为这次转会非常值得。钱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重视度。斯特凡奥斯摆明要以你为核心舰队，连教练都围着你转，这种待遇千金难买。威廉承认斯特凡眼光毒辣，他跟你生活1年多才知道你的天才，而斯特凡只看了你7场比赛就敢下此重注，更何况他连你身边的人都考虑到了，威廉自己也能拿到一大笔中介费。那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去圣保利？你忍不住插嘴，不，我还没说完。威廉放下杯子，话锋一转，刚才那是经纪人的角度，但作为朋友，我恰恰是相反的观点。威廉眼神变得严肃，他指出，在耶拿，你同样是核心，重视度丝毫不差。更关键的是，你才20岁，接触足球仅1年，空有顶级的神经反射，却没有顶级的身体。现在就去更高节奏的德乙，他怕你过度消耗自己，毁掉职业生涯。那我就不去了。你有些动摇。不，威廉再次否定，这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。我虽然是你的经纪人，但更是你的朋友。你陷入了沉思，一边是金钱和地位的诱惑，一边是朋友真诚的担忧。就在你和威廉在咖啡厅密谈时，角落里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你。